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芬兰总理马林周日宣布，芬兰总统和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部长级委员会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尼尼斯托和马林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芬兰外长哈维斯托此前表示，加入北约的纸质申请将会在本周3向布鲁塞尔北约总部正式递交。关于芬兰加入北约，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希望各方本着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在尊重彼此合理关切基础上，通过对话谈判，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起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欧洲的长治久安。中芬关系一直十分友好，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当然会给中芬关系带来新的因素。继芬兰周日正式宣布申请入约后几小时，瑞典也紧随其步伐。当地时间周日下午5时许，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召开第3次内部会议，宣布正式决定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瑞典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入北约是对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最佳保障。Our 200-year-long standing policy of military non-alignment has served Sweden well. But the issue at hand is whether military non-alignment will keep serving as well. 安德松表示，不结盟对瑞典虽然有好处，但这一策略今后已不可持续。社民党在当天的新闻稿中称，如申请得到北约批准，该党将提出北约不在瑞典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和永久基地的条件。消息人士透露，两国政府预计将于周一向各自议会提交动议，一旦决定得到批准，预计就会向北约正式提交联合入盟申请。当地时间周一下午，瑞典首相安德松和温和党主席克里斯特松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经当天议会辩论，瑞典政府将申请加入北约。观察认为，从战略上看，芬兰、瑞典入约后将极大改变波罗的海及其周边地区局势，使其影响进一步抵达在未来经济和地缘战略上越来越重要的北极地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上周5发表题为《瑞典和芬兰将如何改变北约》的文章称，芬兰拥有672套现役火炮系统，瑞典则拥有一支现代化海军，包括5艘维斯比级轻型护卫舰和5艘潜艇等，这些都能给北约海上部队提供宝贵支持。此外，两国强大的空军力量对北约来说也非常重要。芬兰最近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了64架 F-35战斗机，瑞典则拥有96架鹰狮战斗机和重要的军工集团萨博公司。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波罗的海3国对瑞典和芬兰预计将加入北约表示欢迎，称这将极大提升他们自身的安全以及抵御俄罗斯攻击的能力。拉脱维亚外长埃德加斯·林克维奇斯更表示，波罗的海将因此成为北约的海。芬兰和瑞典决定加入北约改变中立国的这个地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对冷战后的这个欧洲的安全这个格局呢，应该说会带来进一步的冲击。这个冲击的后果呢，就是俄罗斯会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个相应的反应呢，也会推动北约和俄罗斯呢进一步的走向对抗，让欧洲呢更加的分裂。这对于欧洲大陆的长期和平稳定我想呢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发展趋势。另有分析指出，此举改变了芬兰几十年来对北约的政策，也颠覆了瑞典2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军事同盟的态度，将是北约针对俄罗斯的第6次扩大。这意味着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和威慑进一步延伸，